迷人的百花锦蛇，国宝莽山原猫头腹，消失的周氏闭壳龟，脆弱的布氏黄鹅。是什么样的动物园能同时养好这么多高护理等级生物？我是冬青，欢迎来到德国首都柏林。这里见证了普鲁士王国的崛起，又经历了德国的统一。然而，在深厚的人文历史之外，这座城市对动物的热爱也闻名世界。在城市中心最知名的莫过于德国第一家动物园——柏林动物园。在它身旁，则是历史地位与它并列的柏林水族馆。距这里不远处，你还可以参观有着丰富重要藏品的自然博物馆，还有那个曾辉煌一时，但如今只能从我视频里一睹真容的海洋圣殿。柏林的动物故事实在是太过丰富多彩，而我们的故事开端则要从城市的另一端说起。在柏林的东南部，还有一个知名度与其实力并不匹配的动物园，那就是建于1955年的东柏林动物园。虽然它比西柏林动物园小了100多岁，但它的面积却是前者的5倍。再加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渊源，东柏林动物园不仅是欧洲最大的动物园，更是众多亚洲物种的乐园。我是冬青，在柏林之声系列第1季，我将带你进入藏在东柏林动物园深处的陆族学及大成之作——阿尔弗雷德·布雷姆馆。这里曾在上世纪中叶被誉为世上最大、最现代的室内动物馆。整个场馆的造型犹如飞船，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向往。这里不仅打造出了世间少有的能充分尊重两栖爬行类的饲养环境，更是众多物种保育的方舟。接下来，我将带你认识这里饲养的亚洲珍宝，并为你解读从布雷姆时代至今1个半世纪的技术积累。从正门入场可以看到极具现代感的5000多平米的大厅，这是2年前翻新重新设计的结果，总造价高达960万欧元。两侧长廊的陆族箱饲养了来自亚洲的两栖爬行类，场馆的两端还有展示大型哺乳类的空间，中间则是热带大厅。在本季的最后一集，我将带你进去感受自由翱翔的生命之美。现在让我们回过身来参观第1个陆族箱。这是片看起来很干燥的环境，干枯的植被加上网顶引入的太阳光，给人以很强的荒漠感。这束阳光不仅能提升白天亮度，还能成为叫醒他们的闹钟。不过现在因为时间还早，里面的住户还没起床。那下午最温暖的时候，你会见到一种很熟悉的面孔。它们有着辐射陆龟的花纹，但体型却小巧得多。是的，除了马岛的辐射陆龟，缅甸星龟也有同款星纹。不过缅甸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怎么不是热带雨林，反而这么旱呢？其实缅星生活的伊洛瓦底河谷和我国横断山区的干热河谷情况相似，虽然紧邻水源，但地形造就的气候差异让当地昼夜温差很大，逼得他们只好在晨昏活动。为了能在一天有限的活动时间里找到充足的食物，他们会在领地里高速行驶。这点和辐射陆龟很像，在上下午遛弯的时候都很活跃。看他们的小尾巴，走路时会完全收起来，必要的时候还能当拐杖用。他俩能在干燥的环境下行动，是因为他们的岁数很大了，近地面强紫外高热量的晒点已经不再是负担。但幼龟可受不了这般燥热，它们可不是全年龄段都喜欢干燥。像辐射阴星、饼干苏豹也都是快到成年才愿意长时间留在干热环境里的。看它睡着了，还有种松鼠一样的动物上前过去查看。但怎么感觉它的脸比松鼠长呢？其实相比于松鼠，在分类学上，它们可能离我们人类更近一些。这种在树上穿梭跳跃的小家伙是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的北树区。在过去，树区们曾被笼统的和刺猬、鼹鼠、渠鲸一同归为食虫目，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树区其实要比我们讲过的鼠狐猴更加接近灵长类的祖先。
因此被分到了潘兽目中。借助它们的形象，我们可以想象，在恐龙时代，我们的共同祖先也许也是这样，一边提防着天敌猎杀，一边羞羞地在枝叶间穿梭觅食。对，不深究文化背景的话，他们的英文名更像是个拟声词，咻的一下上树就是 trishu。这个单词你记住了吗？而想要咻咻的跑跳，只长了强有力的四肢还是不够的。这条和树顶带雕类似的扁尾巴是它们在空中活动的重要平衡工具。它们也会像纸猴那样仔细清理，让它保持清爽轻盈。这是速度优先的树栖物种在尾巴上做出的特化。那要是速度有限的物种呢？让我们往东南方继续前行。旁边是个堪称豪华的有全景玻璃幕墙的大型展区，内部非常开阔，攀爬物纵横交错。地面茂盛的草本植物不仅说明这个露珠乡内部已经拥有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还能说明里面的户主并不常来踩踏草坪。没错，他们平时只住在树上。细密粗糙的毛发，有抓握能力的尾巴，黄绿色的眼睛，还有能对握的巨爪。这个神秘物种就是原产于印尼的苏拉维西玳瑁。虽然名字里有猫但它们其实是有袋类动物，与考拉袋鼠更为接近。但因为它们隐居于苏岛难以深入的原始森林中，以至于在野外都非常难得一见，更别提在圈养环境下了。所以目前全球仅有个位数的动物园对其展开圈养保育项目，而这里就是最成功的动物园之一。虽然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年了，但高度敏感的性格使他们仍不愿意靠近游客。因为在野外，它们可是生活在雨林里动辄10数米的巨树上的，像之前讲过的云鼠一样神秘，所以称它们为云袋鼠也不为过。不过低地雨林里更加湿热，为了能在布满附生植物的湿滑枝干上行动，它们的手也为攀爬进行了优化。你看，它的手和考拉很像，都是对握式的，而且爪子更加厚重，只需要几个月就可以严重磨损粗壮的鳍甲。那这大体格子在树上光靠爪子能行吗？相比于考拉，它们还有个固定装置，那就是可以抓握的尾巴。它们的尾巴要比树豪猪更加极致，你看前半部分甚至连毛都没有，完全变成了粗糙的皮肤。这样就不仅能做扶手了，还能当一只脚来用。在进食时，它们就会用这条有力的大尾巴缠住树干，和双脚一同固定体位，再将前身探出抓取食物。和很多树栖物种一样，它们也是以叶子为主食的。这是今年8岁的小伙 Garrett， 他刚刚找到了合适的用餐地点，现在已经把自己固定好了，再用手把叶子塞进嘴里，这就是他们的用餐仪式。但想要看到他们吃饭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的进食时间很短，平摊下来每顿饭可能只有1碗泡面的功夫，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只见到了这一次，这可不是人人都能见到的场面。吃了一会儿就回去找地方休息了，毕竟叶子纤维粗糙，每天要花15-16个小时睡觉消化才行。活得好，吃得好，那繁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在去年他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平时只有 Garrett 外出活动。唯一一次见他俩一起度蜜月是9岁的小姐姐都仔坐在外面清理自己的育儿袋。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行为是不是预示着他有喜了呢？果然，在年底，动物园就官宣了都仔在带娃的消息。今年再见面的时候，这只小玳瑁已经长大了。你看，小家伙的配色相比于父母要更浅一些，趴在妈妈背上，很快就能睡着。如果醒了的话，一家3口就经常这样出来排排坐看游客，或者坐在树上看饲养员铲屎。虽然玳瑁给人的印象是神秘孤僻的，但其实它们是有家庭观念的。成年后的玳瑁选定了另一半后，基本会一直生活在一起。后代出代后，妈妈也会带8个月的娃，甚至更久，来教会他们如何生存，直到孩子足够独立，才会离开父母去组建新的家庭。只是随着雨林砍伐和非法捕猎，他们在野外越来越难找到另一半了。
虽然每胎只有1只，但每只新生儿都代表着人类对它了解的加深和保育事业的进步。这一点一滴的积累，正是抵御灭绝的砖瓦。保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数量稀少的物种，因为种源数量较少，即便培养了圈养种群，也会面临基因库多样性低，而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弱的隐患。比如在玳瑁隔壁就住着这样的物种，它堪称演化奇迹，在湿冷的原生境里，居然可以颠覆常理的长到2米多。但它却并不以蛮力取胜，而是靠精妙的苔藓纹和诱饵，蛰伏于树丛间蓄势待发。它数量稀少，行踪诡秘，仅有4、500条，分布在100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山区里，就连研究者在野外与它也难见一面。它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濒危的蛇类之一——蟒山圆毛头腹。在过去，它用蟒山烙铁头的名字无数次登上过新闻媒体。如果你对它眼熟，说明你和它确实有这个缘分。好，那我们来看看国宝住什么样的行政套房。这个环境长和高足有4米，中下层空间布满了植物，它们既是遮挡物，又是攀爬物，模拟了亚热带中高海拔山区丛林里的一角。为让植物蓬勃生长，环境上方与场馆的玻璃顶相对应。晴天可以引入天光，阴天则可以用灯具补光，在温度和照度上都能提供昼夜节律。可能有过了解的观众会问，蟒山不都是在地上活动的吗？这攀爬空间有什么用呢？现在请欣赏蟒山圆毛头腹为我的观众准备的独家攀爬秀。眼前这个爬上枝条的小伙子是3年前搬来的圈养后代，是这一家3口里最活跃的一个。别看他个头不小，但在树上可相当灵活，经常能在傍晚看到他转移阵地，有时候又会刷新到树干或者树顶。看他的身姿也许会让人联想到竹叶青。没错，蟒山最早被描述的时候就是被归在竹叶青里的，因此也曾有最大竹叶青的称号。但在后续的分类厘定中发现，蟒山和竹叶青们的差异实在太多了，特别是体型相比于大多娇小精美的竹叶青，成年蟒山居然能超过2米，重达4、5公斤，而方圆1000里都没有这么大的蝮蛇。但能长到这个体型，肯定就很难在树上捕猎了。毕竟相比于纯正的树栖蛇来说，它们还是太笨重了。而它们既没有蟒蛇的绞杀技能，又没有游蛇的速度，那是咋能吃到2米的呢？为了能以最低风险获得足够的食物，它们从小就要培养另一个吃饭的手艺。在去年的一个上午，我惊讶地发现这条爬树高手居然蛰伏在草丛里。我有预感，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不同寻常的事。快看，它的尾巴在干什么？其实一直以来，蟒山的这条白尾巴就传说有诱捕猎物的功能，但相关的影像素材极其少见。因为它们性格害羞内向，如果对环境不够信任，稍作打扰，它们就会停止这个行为，所以导致一些人即使目击过，也没时间拍下来。在诱捕期间，他们会用一定频率抽动白色的尾巴尖，模拟爬行的小蠕虫，吸引鸟类或者小型哺乳类。苔藓色的花纹让它们与地表浑然一体，绿色的眼睛也能降低头部的识别性，即便头尾粗细鲜明，也能融为一体，以便更快出击。还有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它所在的方位。它没有选择被树枝遮挡的另一侧，而选择在这边蹲守，说明它可能意识到了这里是全场视角最广的区域。而且它还能感知到玻璃的存在，因为它完全清楚游客即使离得这么近，也无法靠近伤害它。所以原本害羞的蟒山才不会被人打断诱捕行为，这说明它对整个空间的布局和边界是有清晰认知的。这些策略和判断并不能说明蟒山比其他蛇更聪明，反而应该说是人类还不够聪明，因为它们一直如此，只是过去我们低估了它们的潜力，用片面的标准给它们贴了标签。而只有充分尊重理解它们的生活习惯，它才会允许你进入这个乐趣与未知并存的世界。蟒山在海外保育的成果离不开德国陆族专家的经验，而在德国能被称为专家的并不一定必须有学术背景，也不是买得起养得多的那批人。想成为陆族专家，数十年的饲养经验是基础，还有保持进步、发表相关论文才会受到大家的尊重。而接下来出场的物种也是资深专家们的杰作，它就是少见的暗黑魅影，来自印尼阿鲁群岛的黑树巨蜥。这里是德国唯一一家能看到它们的动物园。
去年的时候，他们还很少下来，两口子要么在4米的箱顶处晒灯取暖，要么就在3米多高的地方睡觉，总之绝不靠近人群。你看，它们的尾巴也有树栖性特化，如此细长灵活，也是为了能在树干上当套索。他们从19年入住至今，近4年的时间都没有让他们完全接受游客。从这种害羞的特性上，我似乎能理解为什么像他们这种树栖巨蜥的野外研究进展那么缓慢，因为他们是真的很难观测呀。不过在今年春天，事情有了转机，可能是它变得外向了，也可能是到了繁殖的季节。在喷林的刺激下，其中一只雄性格外活跃。活动范围不仅延伸到了中下层，居然还敢跑到玻璃前来探索了。这些过于外向的行为暗示着也许会有新的惊喜等待我们。终于在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在场游客都没有注意到趴在上面的黑树有了不一样的行为。你看，它在不断扭动着下半身，试图用尾巴根把下面那条的尾巴翘起来。对，比黑树巨蜥更罕见的，肯定就是它们的交配行为了。这可是你来现场也未必能看到的，还没有3连的，是时候出手了。能顺利诱发交配的，不只有适合的温湿度控制，充裕的空间也很重要，这能让雌性自己选择是否要避开雄性。长久的安全感让他们对彼此更加坦诚，逐渐走向了下一步。30-40分钟后，这次结合就会告一段落。虽然黑树巨蜥在野外难觅踪迹，但得益于同亚属的亲戚们相对成熟的繁育经验，使得黑树的保育并非难题。如果活用这种借鉴法，很多物种都能取得成功。而另一个案例就住在隔壁。粗大结实的橡皮树暗示着里面的物种不仅会爬树，体型也不会太小。而这里的住户是我希望大家都要认识的。如果你还在看，那请在弹幕里集合。当我仔细在这个环境中搜寻蜥蜴或者蛇类的踪迹时，在眼前的水池里却出现了一只其貌不扬的小龟。是不是感觉它有点像黄喉，但好像又哪里不对啊？没关系，不认识它很正常，因为它就是从未有过野外记录、活在传说中的极危物种——周氏闭壳龟。你没有听错，这个物种的描述都是基于菜市场买的个体。学界甚至推测，现世于千禧年前后的那批周氏很可能就是最后的野生种群，而它们的栖息地可能已被完全摧毁。不过，即便没有野外资料，单靠同属物种的成功案例，德国人也顺利推断出了繁育方法。只靠个位数的繁殖组就培育了3位数的种群。如今，全球70%的人工周氏都来自于西边的明斯特动物园，那里也是这个2岁多小龟的老家。因为刚搬来不久啊，他还很害羞，愿意等他出来的游客更是寥寥无几。当场馆变得安静时，他有时会趴在水池边缘，静静地观察外面的行人。而我本以为见他一次已实属不易，没想到在一个下午，我发现他居然在吃一块蛇蜕。闭壳龟家族啊都是杂食的，荤素都吃，而且我也不意外这里会有蛇。而我意外的是，他居然连人家的蜕皮都吃。说不定这种行为在野外会经常出现，只可惜我们很难再去验证了。那这块蛇蜕的原主人在哪儿呢？来，我们仔细看一下水池上方的洞口，它呀，白天大部分时间就藏在这里，是个不折不扣、喜静的哀蛇。想要看到它的美妙身姿，不仅需要运气，还需要耐心。当傍晚游客散去，敏感的它才会从洞中探出头，尽情舒展身体，巡视领地。这条红头绿身、格外美艳的大蛇，就是全场护理难度最高的物种，也是我本人小时候认识的第一种蛇——百花锦蛇。这是一种原产于我国和越南喀斯特山区的大型游蛇，以神仙配色和曼妙的身姿闻名。
但野生个体却以接近100%的圈养首年死亡率令人惋惜。而这条就是3年前搬来的人工后代。没错，这个超大的空间外加全年严格限制高温的环境，其实是特意为它准备的。因为面对百花，只有全力以赴才有可能饲养成功。百花是不折不扣的大型蛇，在野外会悬挂在数十米高、终年凉爽的喀斯特岩洞附近狩猎蝙蝠。在生态位上，它们和蟒山一样奇特，都是专精于一种生活方式，并以此大型化的奇葩。但如果它们也得到了和蟒山同等级的重视度，那还会这么难养吗？这里就给出了答案。从活动空间、躲避区域，再到光热和温湿度控制，是方方面面的尊重，才换来了这般稳定的饲养成果。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百花可以如此放松的探索环境，那这段画面值得你发条弹幕参与见证。其实和蟒山周氏上的成就一样，德国也是首批实现稳定繁育百花的国家。但和前两者不同的是，即便是出了书能教人养百花的资深作者也告诉我，这种蛇到现在都没人保证能养得活每一条，而且孵化率依然远低于同属物种。这说明它们的身上还存在着太多的秘密，从胚胎发育到生理生态，可能很多方面都无法用常理去解释。但很可惜，直到现在仍鲜有机构或私人为他们提供真正合适的环境。我理解有人带着怜悯的心，不愿让他们成为菜市场里的几斤肉，但救助百花所要具备的知识和硬件条件，并非心血来潮就能做到。反之，这种交易更会成为野捕的激励。如今，百花在野外的处境尚不明确，保护政策也在完善的路上。相比于买来练手，我更建议喜欢他们的人养成查阅文献、不断更新知识的习惯，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当对相关研究和各国成果都如数家珍的时候，自然会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因为在保育领域，如果没有坚实的知识储备，好心人反而会演变成加害者。当然，这么高大的环境也不是百花的专属，在野外同样会爬到洞里整点蝙蝠的还有黑眉锦蛇。眼前这种就是在德国最常见的台湾亚种。相比于爱蛇百花，黑眉的性格就外向得多，特别是到夏天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经常看到它们出来遛弯。在接近于野生的环境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相对完整的活动需求。它们会花时间在地面游走，也很乐意爬上高处晒晒太阳，或者只是居高临下的观赏游客。不过它俩能养一起，并不能说明百花好养，只能说明黑眉适应力强。黑眉可是全地形征服者，只有高海拔的低温山区才会让它们退缩。在白天，它们会去温度更高的地方取暖和觅食，经常会顺着老鼠的逃跑路线跟踪到了人类聚居的异世界。这很容易让我们形成认知偏差，以为它们只喜欢高温。但其实这只是它们生活的一个片段。低温和高温对它们来说同样重要。在一般圈养环境，白天25到28度，晒点30度左右就足以让它们取暖，夜间最好整体降低5度。像在这么大空间里，顶部和底部的温差很大，黑莓就可以全域活动，根据实际需求动态调整位置。而百花只喜欢温度更低的底层，只有在上午偶尔会爬到高处取暖，然后很快就会返回低温区。因此，他们俩虽然看似住在一起，饲养难度都差不多，但真正实现这种和谐景象的是给了他们多种选择的环境。而如果不考虑物种特性，用同样的养法，通过看谁死得更快来判断好养还是不好养，那对动物的了解就只会停留在很浅的层面。毕竟数百万年的演化并不只是给它们换了皮肤，它们内在的不同需要你有大量的知识输入和敏锐的观察力才有办法解读。如果视频里的动物激起了你的兴趣，那请先用阅读学习代替购买饲养，这个才是更科学的入门之道。好了，本期以2条锦蛇作为年终的结尾，祝大家在新年里前程似锦，身体健康。老规矩，本集点赞过万，下周精彩继续。下一集我将带你继续游览德国这座陆族学集大成之作。我们不仅要去攻克最难养的龟，还要看看国宝蜥蜴的待遇，并一同识破它们的伪装，探索这尖鼻子的妙用。我是冬青，柏林之声第1季第2集即将更新，请转发告知身边的动物爱好者们。
我们一同解锁新世界。